你们看我在转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这个轮胎它可以随着我们方向盘转动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偏转。这个轮胎之所以可以偏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轮胎的仰角，它上下各有一个支点，下面的支点它是在我们下摆臂上面的那一个球头那里，然后上面的支点是在我们减震机上面的这一个顶胶这一个位置。这个顶胶这一个位置它是用螺丝连接的，并且它这个橡胶的下面会有一个可以运转的平面轴承，这个轴承是一个压力的那种轴承，它因为这个弹簧有很大的一个弹力来顶住它，它也能够运转。那么我们车在打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如果能够听到那种嘎哒嘎哒的响声，或者能够清楚的听到那种弹簧一弹一弹的声音，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我们减震器弹簧上面的这一个平面轴承，它因为缺少了油，或者说它里面的间隙太大了，导致了它运转不顺畅。所以在我们打动方向盘的时候，这个弹簧在我们方向机的一个拉动下，它转过来了，但是上面还没有运转。当我们继续往一边打到底的时候，这个弹簧的弹力加大了，那么它就会迫使这个轴承直接一下崩到底，所以你们就能够听到那种嘣嘣嘣的响声。如果你们的车出现了这样的响声，那么你们只需要去叫一个人来帮你们打动方向盘。在出现这种响声的时候，你们用手搭在这个弹簧上面，如果能够感觉到那个响声发出来的时候还有震动的话，那么大概率来说就是这个减震器的平面轴承里面缺少润滑，或者说它里面已经损坏导致的一个这样的响声。只需要去单独换一个轴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在更换这个轴承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整个减震器全部拿下来，并且要把这个弹簧压缩回去，才能够拆得到这个平面轴承的。但并不是每一款车在打动方向盘轮胎左右偏转的时候，这个减震器它都会进行一个运转。就比如这种多连杆的车型，这个轮胎在左右偏转的时候，它是以上面的这一个球头和下摆臂的那两个球头作为上下的支点来进行一个偏转的。所以在打动方向盘的时候，像这一种车的减震器它是不会运转的，并且这个减震器顶上也不会有一个平面轴承。如果这种车型在打动方向盘的时候也有响声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检查上面的这个球头和下面的那两个球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一般是这个球头里面生锈了，或者说里面有很大的间隙了，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响声。在判断的时候方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只需要用手来感受一下这一个球头的位置，如果有响声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有震动的话，那么说明就是它损坏了。但是在检查的时候切记不要被轮胎夹到手了，而且我们还要去检查一下方向机的那两个球头，特别是方向机里面要去看一看有没有进水，把这些地方排除了以后，基本上都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修好的。